大家好呀，我是花善里。久等了，今天又是更新大家最喜欢的日本泡沫破裂的话题。我们来聊聊日本泡沫时代的铁路和城市建设泡沫的话题。今天我们主要看看当时旅游区建设的铁路路线后来都怎么样了。这里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个日本城市的特别之处。随着铁路和城市相辅相成，后来日本的城区和铁路的站点基本就是一回事了。一个城市的规模与它所拥有的铁路路线数量和行车的速度是强正相关关系，而日本消失的鬼城们的最后一步，基本就是当地铁道站点的关停。知道这一点是更清楚理解这个视频的前提。首先介绍的是上越新干线和上越线经过的越后汤泽站。越后汤泽站是位于新泻县汤泽町的 JR 车站，曾经甚至是一个拥有新干线站点的人口大站。这里是一个日本的传统旅游区，早在1925年，日本帝国就修建了通往越后汤泽的铁道，当时主要是为了方便人们到此滑雪度假、泡温泉。后来的越后汤泽站也是正常发展，变成了一个以服务游客为主要产业的小镇。然后到了泡沫时代，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从东京前往北陆的中心城市金泽要乘坐的上越新干线也在这里修建了站点，东京人来此旅游就变得非常方便了。有钱人开始大量修别墅，然后就有开发商直接开发别墅区，然后又开始修建给普通中产阶级当别墅用的大型公寓。一时之间，从越后汤泽站走出车站会看到连片的高楼，就像是大城市一样。越后汤泽站的规模甚至一度达到了东京大站高崎站的水平。在这里买房的又都是东京人，因此得名东京汤泽町。这些泡沫时代的中产阶级就平时在市中心工作，到了周末就住在这边的公寓，想想也还不错。那现在表面上看，越后汤泽拥有现代化的城市规模和开发规划，也拥有庞大的居住人口，自然就要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开始被投资了。地方铁路公司开始增设从此处通往附近各个温泉区的铁路网络。JR 东日本更是下血本，在越后汤泽以北修建了嘎拉汤泽滑雪场，并且修建了铁路专线。之后，越后汤泽并没有遭遇什么大的打击，只是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结束，慢慢的回归到了它应有的样子。不再能承担每周新干线往返车费的东京上班族们卖掉了这里的房子，卖不掉的居住者们会再过来的频率也是降低了很多。后来东京到金泽速度更快的北陆新干线开通，越后汤泽站作为北陆门户的交通枢纽优势也失去了。不过上越线上也有其他的直接死掉的车站，比如石打站这样的地方，在死掉之前规模也不小。越后汤泽站可以接收这些地方搬出的少数居民，暂时还只是衰退过程中，还不至于跟他们一样变成鬼城。现在因为使用人口的不足，象征汤泽本地城区的汤泽町站和汤泽站都已经被取消了。越后汤泽这个新干线站虽然还保留着，但是庞大的站点完全超出了需求，里面充满着前方的区域以后再来探索吧这种标识牌。即使如此，在依然使用者的小小空间内，还是人气稀少。到了2022年，甚至连新干线标配的绿色服务台在越后汤泽站也不再提供服务了。这里回归了旅游小镇应有的样子，但是留下的高楼大厦的安全问题和维护费用，成为了当地政府无法承担的沉重负担。其实同样是上越新干线的附近，还有一个比越后汤泽站更倒霉的地方，那就是群马县的水上站，也是100年前起就是旅游胜地了。上世纪30年代，日本打通了新泻县到此的隧道，后来上越线也在此设站，使得水上温泉可以迎来东京和新泻两个大城市的客流。但是80年代，上越新干线并没有在水上城区设站，而是在要走几步的上毛高原设立了站点。国家又投资修建了关越高速公路，水上站虽然还有特快列车停靠，但是位置就变得鸡肋了。所以水上站在泡沫时代其实是被大开发吸走了发展机会的受害者，然后泡沫破裂要还的债当然是大家一起还了。泡沫破裂之后，水上站附近的宾馆和商业街大批倒闭，有些运营商已经穷到了连火灾之后清理垃圾的钱都拿不出来了。随着人口规模缩小，到2010年 JR 的特快列车线路也不再停靠水上站了。不过整体来说呢，现在越后汤泽站和水上站依然有作为旅游胜地的价值，留下来的小小商业街就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吧。两个地方我去了之后，都是感觉风景确实相当好，温泉环境和滑雪体验也还不错，应该不至于变成鬼城。我之前的商单视频西园借款的封面用的其实就是在水上站旅游街拍的照片。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天皇家族御用的温泉乡所在的腊须高原。既然是皇家的产业，自然是开发极早。早在1886年，日本便已经修建了可以连接到东京的黑吉站。以前此站是通往天皇行宫最近的站点，
至今黑之站都还保留着对普通人区域和皇室相关人员区域的隔离运营。但是随着地方的衰落，普通人已经很少来了，据说天皇家族的人也不怎么来了。曾经的黑之站是腊须高原和腊须温泉乡的门户，这里是日本传统旅游胜地之一，也是日本重要的木材产地。因此，车站开业之后，迅速的以车站为中心，形成了人货枢纽的集落。这又带动当地发展出了新的旅游纪念品产业，比如腊须高原当地限定的牛奶，我是很喜欢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是黑之最繁华的时期，这里是腊须高原上唯二的特快线路车站。当时日本重要的线路东北线、宇多宫线和在来线都有列车来此，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城市。然后又到了快乐的泡沫繁荣时期。JR 修建的东北新干线在黑之站附近的腊须盐原站也会停靠，基本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发展规划的优化。东北新干线的腊须盐原站不仅到腊须高原更方便，从各大城市过来也更快。黑之站很快就衰落了，很多优等列车路线都在停靠站点中直接废止了黑之站。你可能会觉得，那黑之站就作为一个货运车站维持下来了呗？确实如此，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人口规模了。但是这其实也给黑之站带来了一个后来拖后腿的设计，那就是为了货运列车的要求，黑之站需要同时支持东京来的直流电和盛冈来的交流电。黑之站是以前日本唯一一个在车站停靠时进行电流切换的站点，这就带来了换车的问题，也就需要远超其他站点的工作人员。这种不方便和成本劣势，使得有了其他站点竞争之后，黑之站越来越难以为继，住在这里的人口也越来越少。慢慢的，就只有最基础的绿皮车还保留着黑之站停靠了。2022年 ，JR 再次调整列车时间表，东京到黑之的绿皮车路线也被取消了。宇多宫到黑之段的绿皮车改为成本最低的单工作人员车型 E131系列，这基本就是即将回归乡村的老城镇的待遇了。最后，我们介绍可能是日本最有名的衰落的温泉旅游商业区——鬼路川温泉站。同样是作为日本的传统旅游胜地，东武铁道公司在1919年就在此修建了铁路站点。如其名，该站位于鬼路川温泉地区的中心。后来，东武公司不仅为这个站点设计了从浅草和新宿过来的特快列车，还建设了连接汇金、若松来的快速列车，从下津市站过来的 SL 大树号列车等等路线。鬼路川温泉站也就成为了东武公司在铁道运营上的重要车站。和水上温泉站类似，鬼路川温泉站的大规模开发也是在车站开通之后进行的。在东武集团的支持之下，鬼路川温泉区建成了能同时容纳以10万计游客数的综合旅游胜地。在昭和末期和平成初期，鬼路川温泉是许多东京公司组织员工集体旅行的目的地。不过如今这里已经是日本排得上号的城市废墟了。鬼路川温泉在扩大开发的时期就是被集团规划引导，这些旅馆店铺都是为了接待团体客人而设计的，这让他们在当时的利润大大高出了其他旅游胜地的商家们。但是因为泡沫破裂的影响是从下而上的，日本早早入职的员工们，即使是在泡沫破裂之后的几年时间，依然是过着和之前一样纸醉金迷的生活。这就导致鬼路川温泉的商家们没能及时接受泡沫已然破裂的现实。到了日本人整体开始为经济哀嚎时，再想转向也来不及了。然后由于是目的性开发的城市，商业需求极其单一，这又导致当地经济的机遇和风险期过于集中，失去了缓冲。在鬼路川温泉辉煌的时期，当地的足利银行是日本最顶尖的地方性银行，各地的银行都会派人来学习经验，他们也是拿着庞大的资金流，持续采取扩张战略，不惜放宽贷款审核的标准，也要支持各地的商家到鬼路川温泉开发新的娱乐设施和度假产业。自然，泡沫破裂之后，足利银行马上就因为巨额不良贷款上了日本政府的问题银行名单。足利银行的衰落，自然也使得鬼路川温泉的商家们想要转型成面向家庭用户的服务时更难获得贷款，很多商家被拖死了。不过和前面那些站点一样，鬼路川温泉作为日本传统旅游胜地，基本应有的需求还是有的。而且后来这里成了日本年轻人们鬼城探险的目的地之一，到鬼路川温泉旅游的需求还足以让它保留着特快列车的路线，也变成了大片废墟中保留一小块商业区的旅游小镇。但是鬼路川温泉之后又遭到了打击。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人们对来到附近的鬼路川温泉的需求又是一轮暴跌。然后前2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当地的商家被迫以赔本价格接客以求保命，但是没有想到疫情足足有3年，又拖死了一大批商家。现在的鬼路川温泉虽然作为日本最有名的泡沫时代城市废墟之一，但是还在勉强的支撑着，没有变成完全的鬼城。都看到这儿了，还不点个赞吗？我们下期再见。